朋友们，相信大家呢都听过一句话：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但是真正能弄清楚这句话在说什么，并把它运用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人呢，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人呢，只是去研究字面的意思，到最后可能只是学到了一堆大道理，慢慢的呢就忘了，很难在现实考验的当下起到作用。这点我想大家都深有体会，对吧？好，那废话不多说了，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大家都知道的这句话：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为什么突然要说这句话呢？因为它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修行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这句话，如果你要只是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君子不应该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那它就又变成了一个听起来挺正确，但是实际上却没什么用的大道理了。现在很多的小孩子都不会听大道理了。要知道，人们会让自己置身于危墙之下，往往呢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正处在危墙之下，但是呢虽然有风险，但是它回报大。你别管是欲望的满足还是感官的刺激，反正这是个人习气和欲望之下的结果。那另一种呢，就是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危墙之下，他根本对此就没有意识。那你跟他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对不对？所以如果要是单纯的从字面上去理解，那这句话基本上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首先，我们来先看看这句话的原文和出处吧。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认为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但实际上，这句话是来源于孟子。他的原文是：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言强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故致死者，非正命也。只有把孟子的这段话给悟透了，我们才能知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到底在讲什么，并且它也将会对你人生的修行方向呢产生很大的加持和帮助。孟子说的这个言强呢，就是即将要倾塌的墙，和危墙其实是一个意思。孟子上来就说莫非命也，意思呢就是全是命，都是命。猛一听呢，好像是孟子在让你认命，但要是这么理解就错了。还记得我在之前说过的吗？命可是分天命还有俗命的。孟子在后面也给我们分了一个正命和非正命。虽然一切都是命，但是关键是要看看你活出来的是哪种命。所谓俗命呢，就是你在你的业力作用下所做的无数的你根本就不自知的自动化反应，也就是由贪嗔痴驱动的这个肉人。因为业力终究也只能作用在这个肉人上面，你的业力越重，这个肉人的反应呢就会越自动化，你就会越不自知，越无法抗拒。大家可以把业力理解成我们从童年开始就被不断注入的潜意识，或者更形象一点，理解为你在尘世之中所浸染的社会习气，就是你本来光明的良知和本性之上的被遮蔽的那一层厚厚的尘埃。每个人的业力大小都有不同，但是有一点不用怀疑，那就是我们的痛苦指数一定和业力轻重成正比。业力越重，活得越痛苦。我们在强大的业力作用之下，身不由己，不断地做着各种自动化的反应，有身体上的，有情绪上的。然后这些自动化反应又会继续让你种下更多不好的因，将来都会结成更多不好的果，然后再产生出更多的业力，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往复，被业力不断的推着走，这样所走出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就是所谓的俗命。而天命呢，就是我们把握住机缘，走上了开悟觉醒的道路。这时候呢，真正的主角就登场了。
也就是提起了觉知的那个我，而非之前的那个无名的被业力推着走，被贪嗔痴主宰着的肉人我。从此这个本性自我便踏上了要彻底成为我肉身的主人的这条放下我执、实现无我、活出真我的修行之路。而这就是悟后起修的开始，这就是天命。在儒家里，你做到了知行合一，你是让良知指引着你的行为，而不是让你的人欲习气支配着你的行为。那么你就是在践行圣人之道，践行中庸之道。那么你活出来的命运轨迹呢，就是天命，也就是孟子在这里说的这个正命。我们经常说的要找到自己的天命事业，要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属，要成为真正的自己，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光说没有用，我们得知道怎么去做。后面孟子说了，顺受其正，虽然都是命，但是你要是个君子，那么你就应当顺应和继承其中的正命，也就是天命。你不能去顺应和继承那个非正命，继承那个俗命去。当机缘到来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你经过了原生家庭的熏陶和浸染以后，在你经过了社会的毒打以后，当你在业力习气的支配和无数的因果之下，有了足够多的经历和体验之后，有一刻你终于把握住了机缘，开悟了，也就是属于你的天时和机缘到来了。那么你就要勇敢地走上那条悟后起修、向内回归的顺应继承你天命的路，那条悟后起修的实修之路，践行天命之路。好，那顺应继承天命的君子应该怎么去做呢？紧接着孟子在后边说了，是故知命者不立乎言强之下。那这个知命者该怎么理解呢？是知天命者吗？要这么理解的话就又不对了。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也。那孔子他肯定不是在50岁的时候才知道要不立于危墙之下吧？所以这里的这个命呢，肯定不是特指天命，他依然是在说前面开头的那个莫非命也的命。这里的知命者，就是我知道在此刻当下我可以带着觉知活出知行合一的天命来，但是同时我也知道，我也可能陷入到我的习气、执念和欲望当中，活出来一个无意识造作的俗命来。对当下真实的发生提起的这一念觉知，这就是知命。那这个提起了觉知会带给你什么呢？它会让你重新拥有在当下的选择权。选择什么呢？当然是选择不立于言强之下。那这个言强到底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它真正深层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其实我刚才给大家讲完这个知命以后，大家就应该可以悟到了，它就是指会让我们陷于俗命之中的执念、欲望和习气。当你提起觉知的那一刻，你就跳出了无意识，跳出了所谓的小我，你就离开了言强之下，你就重新回归了良知的指引，回归了正命。好，我们再往后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故死者，非正命也。首先，这个其道是什么道呢？就是前面的那个知命者所行的道，那当然就是君子顺应继承和践行的圣人之道，知行合一的中庸之道。注意，放在句尾的这个者是虚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表示后面将要表达对前面的议论和总结了。所以不能把者和死这两个字单独连接在一起，理解成死去的人。这里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死者的意思。好，那这个尽其道而死，也就是说让自己全然而极致地去践行此道，一直到死。那孟子对这样的一种行为和做法，做出了怎么样的一个总结呢？就是活出了正命，活出了天命。那相反，
后边的这个桎梏而死呢？桎梏的原意呢，就是古代的刑具，比如手铐和脚镣。你看什么样的人才戴着手铐和脚镣呢？被禁锢的人，被限制的人，被局限的人，对吧？那体会一下，在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处在痛苦、焦虑、抑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之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呢？好像他们生命的力量、活力，甚至运气，都永远被削弱和限制着。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某种桎梏之下，而这种桎梏并非真正的枷锁，而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枷锁，就是你无意识的自动化反应机制。佛家讲，这就是你的业力纠缠，这就是你的执着和欲望，它们就像一条无形的枷锁一样，把你牢牢地禁锢和局限住了，不是吗？这些在你生命上的桎梏，就是你需要去突破和穿越的。但是如果你始终都没能通过真正的开悟和实修，让自己成为一个观自在的、提起了觉知的知命者，你就没有办法看见你生命的桎梏，你也根本看不到这个所谓的危墙，那又何谈从桎梏中挣脱，从危墙下逃离呢？这样活在业力纠缠，活在痛苦循环里，终其一生，就是孟子所说的桎梏而死。那么这样的命呢，就非正命，这样的一生就是世俗而未开悟的一生，这样活出来的就是俗命，也就是算命先生算出来的那个命。所以我一直都说，真正的修行人，他的命是算不出来的。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典呢，都是指向月亮的手指，千万别去分析和研究那根手指头，你要去看见它给你指向的月亮，还有去向月亮的方向和路径。我们学习的这些经典，一定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真实的生活当中去，把自己悟到的东西给活出来，最终它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否则呢，那就和毒鸡汤没有什么区别了。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